大军压城，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。宣阳门监门上了闸子，请关城门。数万黎庶嗷嗷待哺，将他们关在城外，放任贼兵去残杀吗？这是打仗，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岂容得妇人之仁？相公，带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。民高，不肯为妇人之仁，看看这城门，要做残民之贼吗？当官不当官？城坚可视，民心亦不可弃。吾等世受国恩，当以死相守。天快黑了，若是不关城门，城外的人心存念想，只会越聚越多。现在不关，再拖上2个时辰，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。你把刀子亮出来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你敢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，需开封府一并治理。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衙理事的人啊！大郎，人太多了，这样下去不成啊！这兵乱一起，除了京城，他们还能去哪儿？这些都是基辅之民，现在汴梁便是他们的家。可是大战在即，谁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叶下军和契丹人的探子？必是不会少。张太尉又不是第一天当将军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干脆……即便如此，那又如何？天底下乱成这样，是他们的过错吗？与其在此物色游人，还不如想想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。安置流民也好，抵御贼兵也罢。汴梁的秦军侍卫，这吃了这基辅百姓许多年的粮税供养，总得做点正经的事情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吧。你这郎君，一张嘴说的倒是好不轻松。眼下的局面，天子和相公们都没法子，咱们这些大字不识及格的大头兵，又能记得了什么事情？行了，莫要与他争辩。通知兄弟们上马。去哪儿？下寨。守副城。大郎，你是守城必先下寨，此乃军中常法。城外没有应援之军，城内看运兵力不过数千，而张太尉至少2万兵马，兵力悬殊。正等到大军围城之时，这10几里长的城墙，纵是几千人都镇上来，他也是顶不住。叶下兵骑兵多，契丹人又是骑射渔猎之族，我猜他们根本用不着强攻，骑着马围着城墙跑上几圈，就能把我们活活累死。大郎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只是咱们只有一个指挥，撑死了也不过才200多人。整个叶下大军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下去，又如何能做到凌晨下寨呀？打不赢是咱们没本事，不敢打。有人会笑话咱们没懒子。大郎，是战是降，朝廷与相公们都尚未定论，咱们有着急于这一时。大郎，就冲你刚刚这句话，我这就去中书门下，去请冯令公的手札。这兵贵神速，不等他了。传将令，全军上马。诺。快些，再快些！大郎，这200军卒守城，只怕明日午时张太尉的兵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。哎，会有援兵吗？叫儿郎们打起精神来，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。
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要向他领教领教咱们汴梁侍卫亲军的胆色。城外副城下寨。是，人不多，该是不到1000人。带兵的将校是谁？副城外200-300步有真骑斥候，小人等未敢近前。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？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？听说冯令公回朝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回了京最好。弟兄们应该少费些气力，由他主持大局，这京城便可传习而定。令公，北朝大军驾抵邺都，我家太尉奉了君命，提兵南下京师，问罪于南朝君臣。当此鼎革之际，令公为当朝首相，自当明晓时事，使罪人重贵，自去帝号，戴罪南衙，迎太尉大军入汴，以安黎庶。拿来吧。拿来？拿来什么？制文、诏令，你有吗？在下虽无制文诏令，但所言所著，句句皆是实情啊，令公。即使没有，插出去送开封府，以行骗论罪。诺，来人！令公，令公，令公三思啊，令公！令公，文肃，下官在。你到唐察，宣召京师3品以上文武公卿，外藩使臣，2个时辰后检衔讲武殿议事。下官领命。契丹大国带甲何止100万，杜令公之腋下亦有20万貔貅猛士，一举而下汴梁，不过反掌监视。大使与司空凭吴越王之命北来，想必自有官封权宜之计。如今天清在即，时加10余载，气数已尽。吴越诸军当知大事。张太尉如今提大兵10万，兵临京师，破城之日，恐无完卵。尊驾来此，是想要我吴越弃朝廷而奉契丹？北朝大军乃不世出的圣人，岂是诸位想见就能见的？若无重臣引荐，大使与司空，怕是连大军之兵帐都进不得。使君，开封府有人来拜。吴越一向公事朝廷，勤修贡事。使君与司空此来，所带银卷珠玉，想必不在少数。纵使当下社稷崩乱，局势败坏，主公要替吴越改视他人，怕一时也难于计议。腋下的杜令公，未见得有天子气。契丹主雄踞北方，成为豪盛，可能否入主中原，亦未可知。张太尉昏聩贪比，一匹夫耳，更不堪论。主公所携礼敬，怕是一时送不出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多少将携出来，以安抚京师黎庶？既然仓促寻不得中国之君，善事中国之民，也是正理呀。哪里来的无赖，竟敢如此无礼！哎，尊驾莫生气，莫生气。杜令公和契丹主，皆不足以臣之。那依君所见，当今圣主何在？司空何出此言？当今天子自驾坐在资德殿内，未尝有退却外善之志，天下何来他人圣主？
你想借多少？多少全凭司空心意。京师10万里数，嗷嗷待哺。豪富之家虽数100万，亦不为多；贫寒小户虽捐地制县，亦不为少。既如此，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做主借贷10万银券于开封府，只是需立下字据，以抵扣贡事，如何？你能做得主吗？我乃开封府判官，此等小事，如何做不得主？司空大手笔啊！张太尉一片拳拳之意，却当成了耳旁风。10万银券，宁可扔进水里，也不肯拿出来劳军。我方才让你帮我做件事，便是将这个偷了我茶杯的毛贼缉拿归府，以律治罪。休要污蔑我！谁偷你茶杯？人赃俱获啊！还请司空命贵府绑了此人，我拖他回去。来人！是不是借多了呀？借都借了，多少还重要吗？那是不该借啊。何为该借，何为不该借？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个骗子，空口白牙一顿说。哼，银券，我们直接送到开封府，犯人他自家压着，这又如何骗得了人呢？我还是觉得此事有些荒唐。刚才你借的时候倒是挺爽快啊，此事做的的确是荒唐，但做都做了，现在又开始反复犹豫，就更荒唐了。我就是觉得那个人说的话极有道理。且不论六哥和国忠是否还要继续尊奉眼下这个朝廷，在京师之内，这数10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，能尽力救得些，总好过作弊上官。有些事，官家不管了，终须得有人来管。使君、司空，中书遣人传书，说冯令公召集朝廷3品以上文武公卿于1个时辰之后，简贤讲武殿议事，外藩使臣也在其列。老令公，天子已然自弃天下，杜令公效先帝当年故事，引北朝大军南下，其事不可当也。小冯相公，下官敢问，何为效先帝当年故事？先帝弃了幽蓟，杜令公难不成要弃了两河？内汉又何必如此装糊涂？契丹大军已然到了腋下，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，又何来一个弃字？腋下降了，晋阳却未降。杜令公效仿先帝，刘令公却断不肯为二臣。河东100万之兵，是与契丹一决生死。说的倒是好听。刘令公拥兵晋阳，河北沦陷已有数月，如何不见河东军出兵御敌？你却又是何人？官居何职？公卿讲武殿议事，也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下官乃河东班悍马步军孔目官郭荣。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。杜重威叛国，张燕则逞嗣，契丹大举南来，当道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，却还想着向卖国的奸贼称臣屈膝，这岂不可笑？原来如此，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。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呢？小冯相公的意思，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，弃了河东百姓黎庶，将12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，再率兵南来京师，以兴鼎革。河北是前线，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？河东不能弃，
那是朝廷最后的指望。照你们来，本不是议论这个的。张彦泽的兵近在咫尺之间，你们谁若是欲降，稍时自可出城去降。眼下是有一桩急务，要着落在你们身上。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，究竟是何事？粮食、兵。天子将兵都打完，转过头却又熊虎要燕氏。是啊，秦贵，禀令公，朝廷规制，载职以上，倚仗50，10项备之。各个节镇、诸军、诸司使各有牙兵清教，巨额不等。悉数充裕营伍，能够得到5000兵力。至于粮食方面，公卿丞郎各家的司令，至少60-70担，多则300-500担。若悉数以充粮秣，至少可供给京师居民2月有余。主公，国难当头，正该戮力报效，以权终结。子平，下官在。开封府如何？向吴越使团带了笔款子，8、9品的书吏、巡城的院子，还有应役的衙前，募了100-10个人回来，勉强能用事了。赵弘殷，末将在。城防修缮的如何？禀令公，已严令儿郎们尽心勘察城防，有毁坏破缺处，即刻修缮。详细分兵协同，均已部署。以赵弘殷节制京师防务，城内诸军悉从其调遣。诺。调员府在。从各府各节镇收编的仪仗、牙兵、家丁总计4-5千人，除却吴越之兵，一体由你提调整编，才太老弱，遴选青壮敢战者3000，以为城中后备。诺。京师城内，军资粮秣、口粮配给、医药伤患、买卖公平、居所安定，皆由开封府统辖。自即刻起，桑国桥复任开封尹，子平为判官。京师秩序，老夫便托付给2位了。回禀令公，自昨日午时起，宣阳门方向入城的逃难黎庶已近4万，陆续入城者尚不知凡几。这些人的饮食生计姑且不论，如何安置却是件大事。如今马前街和周围的几条街道都堵死了，京城里可以安置流民的处所，连1/10怕是都容不下的。薛公，不知这些流民当中，老弱妇孺几何？青壮丁口又有几何？青壮约40%有多。令公，如今之计，可将这些流民青壮收拢编练，这些人上阵杀敌是不成的。然则修筑墙垒、输送给养、烧制饭食，皆是可用之劳役。此事便交于你去办。只要能安定流民，不使绅士生杀予夺，皆由得你。下官领命。只是下官恳请令公给下官拨一支兵，不必多，只需维持秩序便可。吴越的兵暂不上城墙，随你办差。谢令公。青壮如此，
老幼妇孺如何安顿呢？问他。薛公关心，京城之内必有安顿之处。不能安其家，何以安其心？诸位，张彦泽即将攻城，准备开战吧，给这个天下最后留一份体面。天子有诏，尔等皆是基辅良将，因离兵祸，不得已而弃家避难。进入京师，便是京师之民，自当遵从法度。今社稷大难，朕与尔等可共甘苦，可通患难。朕之无虞，即尔等之无虞；朕之犯时，即尔等之犯时；朕之敌臣，亦尔等之敌臣。今可择轻壮，以为军前之意。老弱妇孺等辈，皆可入居皇城之内，勿使有积馁之忧，勿使有霜寒之苦。朕之至意，尔等当尽体之。都听明白了吗？都听好了，自即刻起，女子、老人、童子，皆可入住皇城。饭食、汤水、居所，皆由官家遣专人安顿。身长4尺之余，须发未白之男子，不得入住皇城，须听从开封府衙役号令，编户造册，以为军役，驻守京师。你们是想好了，既然入了京师，京师的安危，便是尔等的安危。京师存，尔等存；京师亡，尔等亦亡。天子说：“如父母妻子，吾养之。”